你一停工，收入就归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呢 ？Especially 当我们讲说 ESBI 啊，那个 topic 啊，讲说employee 啦，变 self-employed 啦，business owner、investor 这东西，其实 property agent 是属于哪个 category 呢？很多人说他们是属于 self-employed 就是自己雇佣自己，所以如果你一停，收入就变零。这个是我觉得很多 agent 都担心的东西，对不对？那么要这样子去解决呢，让你今天可以在 agent 的行业除了可以变成 self-employed， 怎样子把自己变成一个 business owner， 就是今天让你呢不需要做工，收入也不会变零啊。今天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嗨，大家好，我是 Adrian Siao， 我是 iCare 的副总裁 Vice President。目前团队有超过1200个人，从以前到现在也做了超过3.1 billion 的业绩。我的愿景就是呢，帮助那些碰到瓶颈的 property agent 突破，并且达到5位数的收入。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学习 anything about marketing 啦、销售啦、带团队啊、agent 的 mindset 啦，记得订阅这个平台，我会分享更多的 topic 跟视频来帮助你。那我们先讲回去了。Self-employed 也是，就是今天呢，你的每一个 income 呢，都跟你做的每一份工有关。像 property agent 很明显嘛，就是你要找到顾客来跟你买屋子，你赚 commission 咯。这样如果你一停，你没有做这个东西，你就没有 commission 拿咯。这样你要这样子让这个 action 呢，可以在你没有继续做工的情况下，也有收入呢。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的 company 的平台做对的地方，你也可以参考。我先讲回去一个 scenario， 我还记得在2017年的时候我 qualify 我公司的一个 incentive trip。所以 incentive trip 呢是要去 Amsterdam 跟 Paris， 差不多7天8天啊 something like that。我爸爸问我一个问题，你这样子去少做工8天啊，如果那8天你有顾客来这样你不是赚不到那个钱呢？那个 trip 才多少钱？才差不多10出钱的 trip， 这样你那8天如果2个顾客来，你就损失超过那个10多千的那个 trip 的 worth value 了这样你不少赚，然后你公司又这样多 trip 这样你不是一直没有机会赚钱吗？我讲那时候这个 idea 真的是有在我脑袋闪过，是吗？这样我去旅行我就少赚那几天的钱，对啦，我其他天也是可以赚吧，你就少赚那几天我要这样子做呢，才可以让我在旅行的同时也有 income。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观点就是要怎样子把自己从劳动式 agent 变成系统化的 agent。什么样系统化呢？ agent 的工作呢，我不要讲 sub-sale agent 了，我现在是 focus on project agent。project agent 的工作从顾客来到关 case 有分几个 part。怎样子找顾客 lead， 这是一个 part。把顾客约出来 calling， 这是一个 part。见顾客关 case closing， 这是一个 part。这样这3个 part 呢，你可不可以找不同人来跟你一起配合一起做呢？比方说你是一个很厉害打广告的人，难道你每一个 lead 都要自己 call 自己 close 吗？你可不可以一些 lead 给别人 call， 一些 lead 自己 call， 然后一些 lead 你 call 出来了你自己去 close， whereas 有一些 lead 就是让别人去表演，他们 call 了他们去 close。 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有一个系统在那边了？那你要这样子去让这个东西实践呢，就你要找不同的 agent 跟你配合。你可能会在想我现在我只是一个小leader，我的 team 没有这样多人来跟我配合，我要怎么办呢？你的 team 可能没有人跟你配合，把你的 sideline 呢跟你对上的 team 有没有别的 team member 别的 expert 不是在你的下线的，在你的旁线也好，甚至是我讲更远的不同的大团队的，可以的话也是可以配合啦。为什么一定要跟自己的楼下团队配合？很多人的观点就是他们讲我要配合当然是找我的 team 这样我把整个 group sales 留回我的 team member 嘛。我觉得先不要讲 group sales whatever 先，我们先讲今天你有没有一个系统来让你的每一个 lead 进来呢都有机会被 ROI 先。如果有的话，你学会了整个 cycle， 你才来把这cycle应用在你自己的团队，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所以我讲系统化呢，就是今天你不要选择什么东西都是一个人做，尽量找多点人配合。甚至我讲广告，很多人讲说广告那个 lead portion他要自己赚完，这样其实间中可不可以跟别人配合呢？那我讲回来，我们分细一点点其实打广告呢的那个 action 呢有3个 part。第一，出钱的人，对吗？广告跑不掉一定要给钱吗？第二， set 那个广告人，就是那个去做 action把那个广告做好啦，做好全部那种 back end 的 setting这些东西。第三呢，就是出那个广告视频照片文案的人。这些也是可以分析来做，但当然你一个人做完是最好啦，自己拍 video， 自己剪 video， 自己 set 广告，自己出钱，这样你拿完全portion如果不能的话，你要跟别人配合也是可以如果你有钱，你没有那个 technical skill， 找一个有 technical skill， 我跟他讲，来我饭
然后你去做，然后你跟他谈好这样子分那个 portion。我觉得全部东西都是 about leverage 别人的 advantage。那我这里也顺便讲个东西，很多人会讲说，哎，润，我不想要给别人赚，我自己可以赚180，先生我不要赚。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讲真是没有错的，那个是古代的想法 ，traditional 的方式，全部东西可以的话自己赚。不讲回去了，你看到吗？现在的团队现在我们讲电影都好了，还有在拍 Superman 的没？还有在拍来一个英雄打很多坏人的没？没有啊。现在流行什么 Avengers 还跟你越搞越多人一起，对不对？然后 Justice League 啊，那个Batman 啊那几个也搞在一起。为什么他们现在不要一个 superhero， 他们要一 group superhero 呢？因为他们讲这样子的那个每一个人有每个人元素，让这个团队更加强嘛。像 Why not 今天你去放大这个 part， 找一堆可以跟你配合，他很厉害拍 video， 他很厉害塞广告，你又有钱了。你们做广告，然后丢给一堆很厉害 calling 的，丢给一堆很厉害 closing 的 ，closing 那个人也不用做 superman， 什么 project 都会，有不同 project 你找不同的 closer， 这样子我跟你讲，你的团队就会走得非常非常的快，而且你呢去旅行的时候，你停下来的时候，一定还有人会在做的嘛，你广告可以再跑了吗？还是有人会 calling， 还是有人会 closing 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不会停下来 ，income 就零了咯，这是第一个方法。谈第二个方法，我觉得跑不掉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你一定要 leverage online branding， 你的个人品牌，就还有你的 content 在 online 的啦。你今天呢，可能像我们讲刚刚过的华人新年，可能你选择在休息到初九很多华人都休息到初九嘛，这9天内呢，你没有什么做东西的情况下，你的 social media 有没有在帮你做工？你的 video 在 online 的有没有在帮你做工？你可能选择休息，但是很多人有可能初2就开工了，那初2再开工人他如果想要在 online 学习，他找得到你的视频如果找得到，这样代表说你的 online 也在帮你在做这一点 sales。比方说，像我的 agent 有一个是在Johor，他讲 about Johor 的 property。像今天呢，有没有人在新年期间有可能他跟朋友谈起 Johor property， 然后他突然就想要了解更多，他就去 YouTube search 到，如果 search 到你的视频，这样是不是在你在休息的时候，这些人呢在看着你的视频，然后如果他想要买，他是不是可以 PM 你，你就可以有 sales。所以你的 online 的 content 是时不时都在那边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做，这样人家在找的时候，他找不到你，他找到别人咯，这样别人赚那个钱咯。所以我觉得第二个方式可以让你今天可以停下来的同时，也可以继续有 sales， 一定就是做 online 的视频。所以我今天有2种视频你可以做，一种是关于 property 的 analysis 啦，分享那些你对 property 的看法啦，开箱啦 ，advantage disadvantage 分析哪一个 area 比较好啦，这种东西你可以做。或者你可以做另外一种，就是教 property agent 怎样子在这个行业成功。像比方说你是本身一个很厉害做 calling 的人，你录了很多视频，那你就放那边教agent 怎样子去约顾客出来，教 agent 怎样子去拍 online 视频做 branding， 教 agent 怎样子去打广告找顾客，怎样 follow up 顾客，这些东西，这样 closing， 这样提高那个 closing rate，all these things， 这些都是 agent 会看。这2个呢都可以帮助你在停下来的时候继续赚钱的，因为一个会给你lead，一个会给你 potential 的 recruitment。我跟你讲很多不同行业的人呢都有看我的视频学习的，因为我都会有教到来这样子找顾客啦，这样 follow 顾客，这样关 case 所以当他们看久了过后，他们可能会考虑的东西，这人好像做得不错，why not 我也跟他一起做 property 那这个也是可以发生在你身上的。现在只要有人愿意 join 你的团队的话呢，这样子你停下来的时候，你的 income 也不会是零因为我相信很多公司都会有 overriding 的 structure 的嘛。Which leads me to 第3个 point， 就是今天你做了你的系统化跟不同人配合，然后你做了你的 online branding。第3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要有自己的团队。在这个行业内，他们只想到一个东西，我关 case 每一单可以赚1万到2万，这样我只要 focus 我的 personal sales 就好，我不要带团队。那这样 again 你就 fall 在我们第一个路劳碌型的 agent 对吧？你每天都是要自己做的。如果今天你想远一点，你要变成系统化的 agent 呢，2种除了 branding 之外，你还有一个就是要怎样子建立自己的团队。因为唯有团队有了的话呢，这个才是真正让你可以放手也可以有 income 的时候。我们给你一个 example， 今天如果你的公司呢是有很多个项目的，你怎样子一个人去 handle 超过10个项目呢？你可能真的是 Superman， 你可以做得到。但是我敢讲一个东西，你一定不 efficient， 因为你不是变成一个 project expert， 你是变成10个 area， 你就整个人很散去。这个顾客来，有一个顾客来，你要介绍哪一个 project？ 但如果今天你是有可能你的团队有20个人，
你可能可以有分开来，可能每2个 agent focus 差不多3到4个 project， 这样是不是可以 cover 更多的 area， 让你的团队有更多的 sales？ 然后你会讲，这样 agent 我的 income 这样子来嘞？那这样会第一步。如果你懂得怎样 generate lead 啦，你真的是知道怎样打广告，你可不可以10个 project 的广告都来打？打了过后 pass 给你的 agent， 他们去 call， 他们去 close， 你赚前面lead的 portion 啊。然后 at the same time， 如果你的公司有 overriding structure， 这样他们做到 sales 的同时，你也是可以赚你的 overriding 啊，对吧？而且讲回去一个东西，每一个人只有24个小时，我不管你多努力，你也要睡8小时。如果你每天睡4个小时而已的话呢，你也只是多4个小时出来而已啊，没有到很多啊。你要这样子让你可以在一天内呢有超过24小时呢，就是 leverage on 别人的时间。假设我们每一天工作10小时。OK， 剩的时间是 whatever transport 啦、吃东西啦、have fun 啦、睡觉啦。一天工作10小时来讲的话呢，如果你团队有100人呢 ，active 的话呢，你每一天都有1000个小时。Can you imagine how much in output 你可以 create？ 所以这是很多人他们忽略的东西，他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当下我自己可以做的。所以你看很多人每次在New Year的resolution都会讲，我要比去年赚更多钱，赚多少？乘2的钱 ，fair。如果今天你去年赚100千。今年你要 aim 200千你的通常的做法都是努力多1倍打多一点的广告 ，call 多一点的 customer， 见多一点的顾客 ，fair。Let's say 明年你做到200，明年你想要做乘2，你要变400千。这样我问你了，从200去400千你可以只是单靠努力乘2倍吗？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OK， 来你的下一步，400千去到800千的时候呢，你要这样子努力更多倍，你的时间只有这么多，你精力只有这么多，所以你唯有一个就是改方法。委任方式就是带团队，所以我觉得今天呢，都answer设大家的一个 question 就是来，怎样让你可以停下来的时候继续有收入，而不是变零呢？第一个方法就是要有系统，更让你可以在旅行的时候也是有别人帮你继续 call it closing。第二就是做 online branding， 在你没有在做工，甚至你在睡觉的时候都有可能人家在看着你的视频，对你的产品、对你卖的 product 有兴趣，然后他就来inquiry， 他就可以 join 你。第三就是带团队。当你的团队在走着，每个人都在做不同 project 的时候呢，这样今天就算你没有 actively 在做这，你还是会有一个 income。这个是你可以这样子在我们讲的 ESBI 的 quadrant 里面你可能以前是 employee， 你已经把自己变成 property agent， 所以变成 self-employed。你要这样子从 self-employed 移去变成 B， 就是 business owner 呢，就刚刚我讲的全部方式。So 有一句话我听过一个老师跟我讲了 ，You don't have to be in the business, you have to be on top of the business。所以今天呢，如果你 be in the business， 就是你是 self-employed， 没有你这个东西不能动了。但如果今天你创造了系统，你创造了你的品牌，你创造了你的团队，你的整个生意呢是可以 operate with or without you。当然 with 是更好了，你可以 amplify 它。without you 的时候，就是你去休息的时候，它还是可以照做。但你有在的时候，它是更加 amplify 的。这个我才觉得才是最 ultimately 每一个 property agent 应该去到的方向了。So 如果你觉得你的朋友呢有哪一些他们是一直来他们整天讲property 行业就是你一手听口听啦，对不对？把这视频 share 给他看看一下有什么方式他可以 apply 在他的事业里面，然后让他可以以后呢手停口不停的。OK， 把这个视频分享给大家。然后，如果你觉得这视频有帮到你的话呢，记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因为我接下来呢，我也会 share 更多关于这样子的视频，来继续陪你在你的 property 行业成长啦。我们一起突破。